肃王府火枪惊响，蔡氏口沙氏丧命。上一集我们讲到，肃王命董海川代替了沙氏夫妇看家护院总管的职务。这二人敢怒不敢言，但是一直怀恨在心。他们表面恭迎董海川，还假意拜董海川为师。董海川再三推辞，可是拗不过他们一再的恳求，于是收他们二位为徒。董海川也看出他们心怀不轨，这二人跟董海川学了几年八卦掌的功法，自认为时机成熟。有一天，董海川正在屋内闭目养神，沙氏夫妇二人拿着火药短枪来到了董海川的窗下，他们分别舔破窗户纸，拿火枪对准了董海川，一前一后，只听两声枪响，枪响后一阵浓烟。奇怪的是，董海川突然不见了，这可把沙氏夫妇二人吓坏了，连忙抱头鼠窜。董海川任他们夫妇二人逃命，并不追赶。肃王府枪响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再说沙氏夫妇一直逃到了边外，这二人烈性难改，依然是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。又过了几年，他们认为没事了，悄悄地潜回了京城，在天桥卖艺。在天桥也是欺行霸市。当时董海川的几位弟子有尹福、马维奇、程廷华、刘凤春等闻讯，一起到天桥，众群雄控制住沙氏夫妇，一面请来了董海川仙师。董海川坐着大辇车来到天桥，还未到现场就接连走了下来，见到沙氏，怒喝道：“孽畜！”沙氏见是董海川，慌忙跪地磕头：“师父饶命，师父饶命！”师兄弟几人一直把沙氏押解到刑部，又过了几年，被正法于蔡氏口。下一集将向您介绍董海川仙师第一位弟子全凯廷拜师的故事。